欢迎回到路易斯科技漫聊。上期节目我展示的全息投影结合 AI 女友，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期视频我会分享详细的教程。创作视频不易，不妨点赞订阅支持一下路易斯科技漫聊，感谢你的支持。废话不多说啊，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结构图呢，就是我总结出来的配置一个 AI 女友需要做的所有步骤。看起来挺复杂，不过别急着关视频，我们可以把这张图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对比真人呢，作为 AI 女友得要有个虚拟形象，对吧？可以是在二维屏幕上的，也可以是像我视频展示的一样，用全息投影的形式。它需要有一定的个性，能听懂我们的话，再给我们回应，可以是语言上的回应，也可以是肢体动作的回应。接下来呢，我们就一步步的看每一个需要配置的地方需要注意的要点。我们先从虚拟形象开始啊。虚拟形象呢，通过 VertAnimate 这块软件来实现。这个软件是付费的，大概是$8一个月，订阅制的。你当然可以只订阅1个月，下载完最新版软件之后呢，取消订阅就可以了。关于软件是怎么下载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研究。网上视频应该有很多。在安装好 VAM 之后呢，我推荐大家先下载 Voxstar 的官方 demo。在这个 demo 的基础上去做更改。首先打开左边的 VAM Hub， 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Voxstar Demo 就可以找到了。打开之后呢，点击 Download All 就可以把它下载到本地。然后你可以在 VAM 中间的 Scene Browser 里面找到并且打开它。你会发现呢，这个角色已经集成了人物自然的动作。你可能会说，这不是我自己喜欢的人物啊，怎么把它换成我喜欢的角色呢？这里呢，你可以再次打开 VAM Hub， 在 Category 这里呢，选择 Looks， 也就是外形，然后比如说输入 Tifa。那么出来的搜索结果，第一个就是一个 Tifa 的免费外形了。我们把它下载下来。你也可以探索一下别的角色，比如说 Alice， 甚至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外形都是可以找到的。下载之后呢，在 Scene Browser 里面打开你喜欢的外形，打开 UI， 切换到编辑模式。在键盘上按下字母 N， 就可以打开外形编辑模式了。点击 Save Log， 把这个外形先保存好。好了，现在重新打开 Voxstar Demo， 打开外形编辑模式，点击 Load Log， 把你刚才保存好的外形载入进去就可以了。这样呢，你就获得了一个你喜欢的 AI 女友虚拟形象了。你当然也是可以载入别的人物外形的啊，比如说 Alice。我个人觉得这个 Alice 做的没有 Tifa 好，脸部呢稍微有点奇怪。AI 女友啊，果然还是耶路撒冷是最香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角色的动作。可以打开这个叫做 Timeline Animation 的插件，角色所有的动作呢都是在这里配置好的。可以看到啊，其实软件内部就是采用了一个状态机的方式，根据跟玩家的互动，选择进入特定的一个状态。每个状态呢有自己绑定的动作，每个动作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这个标识啊，也是之后可以通过 Voxstar 的场景动作脚本触发的，我们后面再细聊。这里你是可以自己添加新的动作的，比如 Tifa 的跳舞的动作就是我自己添加进去的，不过有点麻烦，我就不演示了，大家自己研究。弄好之后呢，我们还需要配置一下唇形同步，在设置的 Auto Behavior 里面检查一下唇形同步是否是激活的状态，假如不是的话，激活一下。此外啊，一定要记住把这个 Auto Jaw Mouth Morph 关闭，不然的话之后口型会有点奇怪。
好了，现在一个 AI 女友的虚拟形象就完成了，把这个场景保存一下。下一步，我们来配置 AI 女友最关键的部分灵魂。这里呢，我们借助 Voxstar 这款插件来配置。Voxstar 也是收费的，同样是订阅制啊，差不多是$6一个月。我不太记得软件第一次打开是什么样子了啊，你可以把初始的配置全部跳过。之后呢，你是可以通过界面右上方的这个设置按钮，重新进入配置界面的。我们从语音转文本 Speech Transcription 开始，点击 Speech to Text 这个选项，然后选择 Manage Modules。你看到的界面啊，这里应该是空的，点击 Add Service。在 STT 也就是 Speech to Text 这里的下面有标字母的，就是可以用的 STT 插件了。字母代表的是效果 ，S 最好 ，D 最差。要注意啊，有这个美金标识的话，代表这个插件是要收费的，不建议使用。这里呢，我推荐使用 Whisperleaf， 效果不错。点击 Install 安装。安装好后呢，通过这个 Configure Whisperleaf 进去。这里最关键的是选择哪个语音转文本模型啊。打开下拉菜单，你可以根据你显卡的性能选择相应的模型。我使用的是 Large V3， 大概会占用3G 的内存。Small 的话大概只有几百兆，但效果肯定会差一点。选择好之后呢，点击下载。再拉到画面的最后，点击 Run Install， 软件就会自动把所有需要的插件下载到本地电脑里了。最后呢，检查一下音频设备是否正确，语音转文本就配置好了。下面我们再来看文本转语音啊，同样的方法，你可以选择 F5TTS 或者是 XTTS 这2个免费开源的插件。我个人觉得呢 ，F5TTS 的效果更好。添加好之后，点击配置按钮，这里你需要选择这个叫 F5TTS V1 Base 的模型，然后拉到最后，点击 Run Install 就可以了。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持续10几分钟，这样文本转语音也 OK 了。下面我们来配置最重要的大语言模型。先来讲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的方式啊，你要选择 Test Generation Web UI， 选择好之后呢，点击 Run Install， 之后你还需要到这个网址下载最新版的 Test Generation Web UI， 这里要根据你电脑的 CUDA 版本选择相应的版本，然后呢，你还需要去下载一个支持中文无限制的开源大语言模型。我采用的是 Llama 3 8B 模型的去限制 Q8 量化版本，下载网址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栏里。模型下载之后呢，要放在 Test Generation Web UI 3.8 User Date Models 这个文件夹下。好了，现在可以通过 Start Windows 这个脚本打开它了。在它左上角这个模型下拉框里呢，就可以选择我们刚才下载好的模型。点击 Load 就可以加载了。加载完毕之后呢，可以在 Chat 里试一下，只要能正常的回复，那么就说明配置完成了。当然，本地运行大语言模型啊，是需要比较强的 GPU 的。我也尝试过一些其他的模型啊，整体来说8G 左右大小的模型表现还是有点差强人意的，大家可以自己试试。你要是5090的话啊，建议直接上20G 左右的模型。那么有些人可能会说了啊，我没有很强的 GPU 啊，怎么办呢？其实啊，你完全可以选择 Voxstar 提供的官方 API 去云端运行大语言模型，这样呢可以很大的减轻你 GPU 的压力。当然啊，这不是免费的。不过假如你订阅了 Voxstar 的话，那么每个月是有固定的 token 数量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同样的，添加 Voxstar Cloud 这项插件之后呢，在 API Key 这里输入你的 Voxstar API Key， 这个你应该可以在 Voxstar 的订阅管理页面那里找到。填好之后呢，也点击一下 Run Install。
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就可以去试试我们刚才创建的角色了。打开 VAM 里面的 Fogstar Demo， 然后点击 Start Fogstar， 我们来试一下。你是谁？Oh, hey there. I'm Ava, your new AI assistant in Verde, mate. I'm here to help you out, answer your questions, and even show off. 看到这里呢，就说明攻击链应该是跑通了。好了，现在一个可以和我们交互的 AI 女友呢，就初步做好了。不过我们还需要给它赋予我们期望的角色设定。回到 Fogstar 的主界面这里啊，点击 Characters， 你应该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叫做 Ava 的角色。点击这里的3个点，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Demo 角色克隆下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呢做修改。这里我就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这边 Tifa 的配置。在 Overview 界面呢，你可以更改角色的名字和描述，也可以上传你喜欢角色的图片。在 Configuration 里面，我们需要把语言改成中文。再切到 Character， 这里就是最关键的角色个性的设置了。你可以直接输入中文，在 Profile 里我们可以输入角色的个性。我们也可以在 Message Example 里面呢输入一些对话的示例，帮助大语言模型更好的理解我们需要的角色个性。下面切到 Voice 栏，这里呢你需要选择你希望角色的声音，你可以在下拉菜单试听不同的声音样本。Louis， 你终于来了吗？我刚刚还在想你呢。我这里呢为 Tifa 选择的声音是 Momo 这条声音样本。Louis， 你终于来了吗？我刚刚还在想你呢。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别的声音，然后我们也是可以编辑角色的预定义记忆的。比如我这里就给 Tifa 添加了一些记忆条目，这些呢是对角色个性很好的补充。接下来在 Scenario 这个界面，我们可以输入一些场景的描述，也可以输入每次打开软件之后角色和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最后一个需要编辑的是提示词 Prompting， 这里我们需要提示角色可以做哪些动作，比如由于我添加了一个跳舞的动作，所以呢我们要在这里写清楚。这里多说一句呢，假如你添加了一些新的动作的话，那么你需要到 Scenarios VAM Demo Scene 里面的 Action 这里添加一个新的动作脚本。像我就是在这里添加了一段触发跳舞动作的脚本。它的工作原理呢，其实就是当大语言模型了解到我让角色跳舞的请求之后，触发 Play Timeline Animation 这个函数播放相应的动画。好了，到这里呢 Fogstar 就配置好了。我们回到 VAM 界面，在插件这里找到 Fogstar 插件，打开 Custom UI， 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刚才创建好的角色了。假如你找不到的话，重启一下 VAM 和 Fogstar。你终于来了吗？我刚刚还在想。现在来试用一下，你是谁？你好，我是 Tifa Lockhart Louis 的 AI 女朋友，你是 Louis 吧？假如你不需要后面全息投影的展示方式的话，那么到这里呢就已经是大功告成了。不过既然是 AI 女友啊，那肯定是能以全息投影的方式才比较带感。其实呢，这个部分啊是相对来说最没有技术含量的。首先啊，我们需要这么一个金字塔型的全息投影屏，你可以直接上淘宝或者亚马逊买一个，就几块钱。手边有塑料薄膜的话呢，那完全也可以手工 DIY 一个，只需要裁剪出4片梯形，再拼接起来就可以了。这是我使用的适配 iPad 的梯形尺寸，你可以参考一下。你可以像我一样啊，用几颗钉子和一块木板做一个简易的支架，用的时候呢，直接把 iPad 盖在上面，也可以直接把金字塔倒扣在 iPad 上面，看你喜欢咯。
接下来呢，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把电脑里运行的 VAM 画面实时的分屏成4个画面，并且投送到 iPad 上面。这里我使用的是 OBS 这款直播推理软件，搭配 NDI 插件都是免费的。首先呢，安装 OBS Studio， 然后呢，再安装这款叫做 Disto AV 的 NDI 插件。接着打开 OBS Studio， 我们先点击设置，在视频这里把输出的画布分辨率改成你使用的终端设备的屏幕分辨率。比如我使用的 iPad 是2048×1536像素的。完成之后呢，点击确定，然后我们点击在源这里的加号，添加一个窗口采集。在窗口这里呢，选择 VAM 画面。这样呢 ，VAM 的画面就被抓取到 OBS 里面了。我们把窗口的大小调整一下，可以添加一个滤镜，把多余的边框裁剪掉。之后呢，把画面复制4份，然后旋转所有的画面，让对角线的画面分别水平和垂直翻转。完成之后再调整一下位置。最后一步，在工具这里把 NDI 推流打开，这样电脑端的设置就完成了。然后我们需要到 iPad 或手机里下载这款叫做 Vixel 的软件，要确保显示设备和电脑在同一局域网里面，并且电脑和路由器呢最好用网线直连。在 Vixel 里面呢，点击我们刚才设置的 NDI 源名称，这样电脑的 VAM 画面就被传送到 iPad 里了。不过你应该还会看到人物有一层绿绿的背景，这个非常影响观感。你可以在 Session Plugin 这里通过 Camera Background Color 这个插件修改背景。假如你这里没有这个插件的话，可以在 VM Hub 里面下载，再通过 Select File 载入你刚下载的插件。打开插件，选择黑色的背景，把 Render 关掉就可以了。最后呢，把 iPad 扣到金字塔装置上面，大功告成。不过这样啊，你还是必须要对着连接电脑的麦克风说话的。有人可能想要把 AI 女友拿到卧室床边，跟她彻夜长谈。你的电脑和卧室又不在一个房间，要怎么解决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在手机或 iPad 上安装一个远程麦克风。这里我使用是 Vormic 这款 App， 免费版就够用了。在电脑上呢，也需要安装 Vormic 的接收端，输入手机端的 IP 地址，点击连接，就可以把平板或手机当成麦克风用了。之后呢，再到 Voxstar 里面把输入的设备改成 Vormic， 这样一来呢，只要在局域网的范围内，把你的 AI 女友带到哪里都没问题了。好了，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创作教程不易啊，看到这里的朋友呢，还请点赞、订阅支持一下路易斯科技漫聊，我会持续为大家带来有深度的科技科普。假如教程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看到的话会尽量答复。我们下期再见。